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抵达哈，新恋情已经抵达。好，让我来调整一下哈。那等一下每一张牌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好，这今天的3张牌，那第一张是宝剑7。好，第2张是权杖6，权杖6。好，第3张是金币4。好，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我想你们都很会选哈。如果哪一张的目光最难离开你的？你的注意力最难离开哪一张？那你就选它吧，共振就最强哈。好，那我们就选好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到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抵达哈，新恋情已经抵达。好，这是今天的牌哈。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底的能量，我们再去做延伸下去找其他的讯息好吗？好，那今天的第1张牌是来哈。第1张我们先出来，好，圣杯2，好，来，我们再慢慢的把其他牌找出来哈。好，来，我们第2张、第3、第4。来，第5，这个好了。牌的时候顺便让我想一下，圣杯2。好，今天的新恋情抵达的话，圣杯2最简单啦，不是说这个讯号很简单，是说这个情况蛮简单的哈。你这个朋友的因素蛮重要的，而且他有几个讯号，你可能会因为去跟朋友有关系的见面或什么的时候遇到。第2是，他蛮像是去参加任何有关于开心的事情的活动啊，庆祝任何事情的活动，或是节庆、节日的情况的时候，有团聚的意向，与其他人团聚的意向哦，有生日啊，有喜宴啊，反正目的不是工作，目的不是交际，目的是聚在一起，为了联络感情、开心。他那个交际跟工作的交际，拓展人脉不太一样。他这个就是大概应该比较多的范围是自己人，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某一种邀约一种邀约，譬如说邀约你去参加什么事情啊？可能电影你拿到了1张免费的票，或是演唱会免费的票，邀请你去当贵宾去，或是一些招待的活动，或是邀请你去做一些可能是健身房的身体检查可能是什么试吃会啊，这种也是一种受邀的状态，就是你是成为一种有优待的、有贵宾的感觉的那这个也包括了可能有一些活动是你平常不太会去的，但是你的朋友问你说要不要参加体验一下的状况的时候去那这些状况就是很容易遇到下一个可能要跟你交往看看的人，才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它这一个能量是代表着什么？代表了一种被动的好能量，被动的开拓新世界，被动的体验一个项目那它这底下的行动力非常高，就是说一定要有所行动，可是是属于被动的，因为它底下的一些能量是属于后面才有，要到后面才有好事情发生。什么叫做后面就是你要被拉着到后面去看的意思啦。
哦，它后面底下有这个能量，所以它需要有人做牵引，是人哦，一定是要是人做牵引哦。那不过，因为它底下还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月亮能量哈。走在下面的话，它就是该怎么说？惊喜啦，就是你遇到这一个人的那一个惊喜哦，可能不会是一触即发的，它比较像是说你去参加了之后，被看到，谁看到你喜欢你的人，对你有意思的人看到了。然后他会用别的方法去认识你、靠近你，这样，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陌生人哈。然后，他会在这一次，我想一下，他这个节奏除了被看到之外，当下会不会有主动性？也会有，但是我觉得能量被挡住，被挡住。我觉得这个触发就只有你去参加或什么时候，然后你会被看到。然后这一次的看到，就是你跟他的能量的连接跟注意力在意程度放在他心底的这个东西，才会出现。所以在之后，他会去制造别的机会来靠近你，譬如说问问他的朋友啊，你是谁？然后也有可能从网络上问到你是谁，然后他会跟你联络，跟你说他今天有看到你什么，就会开始聊起来。他会用别的方法再跟你联系上，然后这是我后面看到的，从他那边过来的能量，有一些，比如说站着牌的能量，有一些显化的能量，可是都是他要主动的，而你这边都是比较被动的，比较好的能量都是从那里来的，你这边都是属于一种被动的，背对他的，不是面向他的哈。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圣杯2的能量有连接到更大的水能量，虽然有被分配掉了，就分散掉，可是它后面有一个更大的水能量，是你去牵引它的一些，反正就是你的魅力啦，在这一刻会被它捕捉到，你会吸引到它，就这样。所以记得这张牌提醒你的事情是，最近有一些邀约不要拒绝，尤其是一些好的东西不要让给别人，尽量去制造那个机会。这个情况非常常讲到，你刚才已经听到烦了，可是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无论这边要做的提醒是，无论现在这一刻这一个时间，你有没有要去参加任何事情，或是其他以外的时间，你不是在看这张牌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记得如果你想要突破单身，或是你想要认识人，记得任何邀约你都要去。那个是一直发展不同的故事线啊，各种的怎么讲，让你被看到的一个很基本的路径，记得那是很基本的路径哈。然后我比较支持是真正的身体出去外面给人家看到了，不是说没有穿衣服的身体。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人本质要非常实体的被看到，就是要出去。这个是什么？就是不要在网络上认识了，尽量不要在网络上认识。即便这一个人他想认识你或什么，你还是要遇到他的人，约出来见到本人再确定。要确定网络上的好感会打折，我觉得也不够。我觉得以看能量来说，网络上的这个连接都只是一种牵引，都是抽象的。实际上遇到人的时候，会有比较具体的能量连接，那个时候的感受才是最真实、最快速的。因为眼神的交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人跟人相见的时候，那个能量的重叠相似或相合或契合会非常明显尤其我们的目光看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会放大缩小很多东西。你不只是看到这个人，你会看到他的灵魂，你看到他的能量，这些具体上来说，它就有可能去诠释成一种肢体语言、讲话的声音、发音的位置、眼神的飘移、眼神的坚定，眼神里面装的东西是否不是说深浅或丰富什么的，而是他眼神里面装的东西是否符合你的所期待的。还有他的很多什么，这个都已经被简化到我们生活中，这些我相信你们都很了解，我只是把它更透析的形容。那比较支持你一定要看到本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来，我们再往下。当然啦，最后还是要看到本人啦。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确定你产生好感之前，先看到本人啦。应该要看到本人之后，再确定那个好感，然后那个好感度会，那个好感才，那个你内在发出来的那个好感度才会比较扎实啦。
好好，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会了哈，只是说，因为你现在的水能量的澎湃程度啦，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遇到人，在网络上遇到的时候就会有种兴奋感，记得那个要先收一下哈，记得要到看到人再说哈。来，权杖五哈，权杖五，好哈，我看一下权杖五在人。现在这个权杖五讲的比较像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场环境啦哈。那我想你可能没有单独跟他互动的机会，这个相遇的场合里面会有，你会很忙啦，你会需要跟其他人互动啦，然后没办法顾到他啦，他在你眼前也不明显啦。我就跟你说，这一个出现是你要被看到，不是他要看你，你要看到他，主要还是你要被看到哈。无所谓，无所谓，你这个能量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啦。那，它本来的出现哈，它跟你能量的连接跟这个契机的创造，本来就是在一种非常绵密、很复杂的能量交汇之中哈。他从某些缝隙里面看到你的，而且他对于你给他的吸引力，他那边得到的比较重啦。你这边比较像是一种防护网，或是杂音非常多，你听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对了。他的能量如果会有发出声音，就你听不太到，那反正这就是一个被动状态，只是说我看到有一点点的讯号，在搭配前面这一个圣杯二的感觉，比较像是说也有机会你的朋友会拉着你去认识他，但我还是觉得以距离来说有点远哦，这个互动的机会不在第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个圣杯二的能量最多只能带你出现在他眼前这样。好，我再仔细去，对啊，我觉得不够有力。比较有力的靠近的力量是从他那边来的，所以，而且他也有可能是你被邀请去的那里他跟你的朋友圈的人可能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好几层之后的关系。那他只是刚好看到你这样，然后他对你有个好奇心，他会自己去问问看你是谁，他会找到方法这个就不是你的功课了。好。反正现在两排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有一个曝光在他眼前的机会。好，为什么我在笑？因为我觉得感觉很像什么明星要曝光率什么的。好，再来圣杯骑士。好，来，那这个向往的位置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还蛮有趣的啦，因为它跟圣杯二做一个怎么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对角，不能说对角啦，就是有一个角度上的呼应。那它有带来一点点，我这边看到的是它下面的某一些运转的命运之轮的能量比较像是，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我就先不说，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能量的启动是在他看到你之后就启动了嘛。那这个启动本来我们刚就前面，他一定要启动他才能够去找你，所以我先略过讲。我要讲的是说，他这个里面所带来的水能量，我觉得有点远他其实应该要在现场遇到你的就立即对你有表示那我比较在乎的是，他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有连带的一些风能量阻挡它，那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因为权杖五在这里的关系啦，就是说你们之间有非常多其他人的能量，所以在他搞清楚你是谁之前，或是搞清楚这层层的人际关系之前，他不会有任何动作。虽然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水能量，也就是说，白话一点就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就想要主动认识你了。但是因为中间有层层的复杂人际关系，不能说你跟他中间有非常复杂人际关系，而是说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当距离。那他身边可能也有他自己的当下的事情，要顾他的朋友或什么，所以他一直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突破去认识你这样。
那我一直在看有没有剩下一点点机会，它会冲过来。基本上骑士能量应该是有，所以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他的心意、他的水能量其实是往你这边扑过来的，其实是很愿意去跟你讲话的。但是我目前3张牌来说，我觉得他没有突破。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像一个城墙一样挡住这一个能量了，这个能量变成只是一种向往、想要、欲望、行动的意念，就是企图心，可是没有成功，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挡得非常明确。那原本应该他可以利用圣杯2的能量去做一个桥梁，直接问他们有什么，可是也是被搭的远远的，变成说我跟你讲，他有一个情况，有可能是他有问他朋友你是谁，然后有暗示你的朋友或他的朋友有想要去认识你，可是因为这中间的杂音非常混乱，结果忘记了，或者时间被拖到你已经离开了，就有一个被挡住的，然后促成了错过的一个状况。没关系，我们再看后面，因为我一直希望你们在第一次，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把你带去，在他眼前出现能量蛮强的啦。我原本是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不会在第一次他看到你的时候就遇到。可是这个能量出来说，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破口，有被冲破了一点点，所以我在想后面希望你们看到有没有什么机会。那目前这里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机会，因为我看到他的起心动念是，其实他是要去认识你的。那我再找找看，或再找找看来。国王有这张牌国王牌这里确实是有蛮确定，我这边可以跟你说，他确实是有蛮确定，他有这一个想要主动去认识你的意念出来，可是好像就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我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讯号是我没有发现的没错远了就是远了，就是他等了一下才出动。可是这个等了一下，让他也拖到了一点时间啦。我是觉得有拖到一点时间，所以没有成功。所谓的没有成功是，反正就你走了啦，或是去哪里了，没有遇到，反正没有连接到来，不过还不错，他的想要认识你的动力还蛮强的好从这里又出现这一个，一个食指没错好的，好，如果这里出现力量牌，我们就说狮子牌。如果力量牌的话，我告诉你，它，好，我来整理说我有些东西收回一下我刚刚说他想要在这里出现前这里出现前，我说他要去，可他没有成功那可是国王牌出现了，我发现他要去跟你讲话，认识你的力量的动力很强，而且可能是最强的一个火能量。综合了好几种火能量，它确实是要去，而且也去了，去认识你了他也去了。那我还是觉得，因为他这个位置在这个出现之前，我还是觉得他太远就是说，他什么叫做远？就是说，你的距离应该是我们用赛跑来比喻你的距离可能用冲刺的要冲刺到200米、200公尺才会到。当他开始要冲刺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冲到120、130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意思说来不及，因为我感觉到这个能量太远了，它有动能有什么，可是时间线不够，所以他错过了跟你认识的机会。但是
后来我翻到了这张力量牌，我发现底下有某个力量把距离拉近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是这个力量让你那边的时间变慢了，所以它应该会在某一个最尾端的时机还是有跟你互动到。可是我这边看到的能量几率蛮尾巴的，所以几率蛮小的。这怎么白话怎么解释？就是差一点没讲话到，或是差一点讲到话。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差一点没讲对，不一样的东西。总之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啦。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好像有其他的能量在帮忙。只是我不知道是其他能量在帮忙，因为力量牌还蛮强的，只是说我没办法，我现在看不清楚，捕捉到力量牌底下在帮的是什么角度，帮他醒来的角度早一点呢，还是帮你这边比较晚离开那个场合呢？还是有朋友发现比较意识到这个人想认识你，所以他把他提早拉近了呢？还是他做了一个桥梁，做的比较早呢？所以它有两个可能性，就是你们会说到话，或是差一点就说到话了，就这样，就只是在这个力量牌出现的比较像是一种时间的长短问题、远近问题，就是他在创造某个时间点，可是不一定会成功，某个你们会互动的时间点，这样。那因为这一个牌的力量，它虽然有很大的力量，可它在非常小声的位置。所以我不确定他这个力量是否有成功啦。他这个多出来的力量是否有成功啦？只能说无论如何，我们做一个小结。你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有没有会互动到？没有一定的答案，但是至少对方对于你的好奇心、想认识你的企图心很浓厚，但中间因为有太多其他的能量，我就说你是被邀请什么的，所以中间应该还有别人了我就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或什么，但这两个朋友圈并没有直接的连结，应该是没有不是约在一起的就对了。然后他会看到你，然后他产生的一些好奇心什么的，他旁边可能有人知道，然后想帮他认识你或者什么，可是还没找到方法，然后或是本来要去跟你讲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可能是因为人群的关系变得比较远。或是当他觉得他一定要立刻认识你的这个起心动念起来的时间可能有点太晚，然后那时候就已经看不到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了。这样，那从这几个迹象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你去的场合里面人很多，人很多才会有这个状况有什么？我想到最简单的有演唱会，还有什么？去看表演这个人很多。第二是晚上出去玩，去夜店、去酒吧，人很多，真的要再认识这个人，就已经看不到了。还有一个是去看电影，也有。你们是不同的约会，不同的人群，然后只是遇到打招呼，可是在不同的位置，时间到了散场了，人就找不到了。他就算有起心动念要去，他也来不及。类似这样大概只给你一个大概这样子的比喻那就可以再去套到很多嘛，譬如说去假日的什么游行啊、园游会啊、什么市集啊什么的户外活动啊遇到了知道都在这附近玩耍，可是真的想要认识的时候也找不到人，有很多这种，你可以自己去套任何这种状况这是第一次你被他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算是已经非常好的开始了。我觉得这个能量很近，我一直感觉到他很想认识你的那个冲动，在随机的某个时间会起来。好，就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选一张来补充一下它的能量的讯号我看看有没有我一定要补充的啦。我看一下，因为我通常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要补充，所以我希望有别的牌来打乱一下讯号看看有没有创造出一些破口就对了。那用这个来打，好了，这个来打乱好了。好，
这个好了，权杖5啊，我来看。不要好了，我看这个好了哈。力量牌，我看它所创造出来的力量是从什么位置产生哈？好，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好，是竹子哈。有其实有蛮强的力量在支持的耶哈。有蛮强的力量在支持，可是你知道他慢了一步哈，他其实有一点慢了一步，因为他突然他意识到他内在对于你的好奇心哈、在意度的那个瞬间，其实晚了一点点哈，因为他其实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有蛮不错的感觉，可是确实有被旁边的声音或是其他的朋友的关系所拉走了然后有点减弱，然后他突然发现好像没办法看到你，或是不容易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种很想要知道你在哪里的一种某种欲望感觉就出来了哈。所以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应该来说他心里的向往已经开始往你那边了啦，然后只是身体行动上是比较远的，然后他内在的水能量也比较澎湃哈。他应该要直接过去想办法找到你、认识你了啦。这边一次了哈，这边一次了，这边也一次了哈。这里的牌跟这里的牌都有比较大的水能量，再加上这里哈，这里补充了力量牌，表示他内在有一个很强的，确实一开始从我们前面说他一个很强的水能量就要往你这边扑过来了，但是就是因为中间有太多东西挡住了，没有办法哈。但是世界牌告诉我说，其实他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你的时机，所以不无可能，不无可能。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的动作快一点啦，哈。那我看一下这里的牌面上有没有，我看一下愚人牌所在的位置，离这些东西远不远哈？算远，都不在附近哈。我所能找到的愚人牌的位置，为什么要找愚人牌？因为它那一个憧憬哈，那一个，我想一下它的位置，没有，都还算很远，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动了，有点小可惜哈。没关系，反正他后面会找机会去想办法认识你。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其他的，好哈，好，来整理时间，这边让我消化一下刚刚的讯息啊。好，来，先3张。好，再来哈。来，然后3张我们来盖一下好了哈。好的，好，先看这3张哈。好，有愚人牌有跑出来，但是处在一种被限制住的位置，所以他原本有一些冲动，然后没有施展开来，没有施展起来，很可惜哈。
那这里的权杖能量也弱了哈，也被限制住了。简单来说啦，他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有某一股冲动，可是被旁边的风能量跟他自己的自我约束，跟有一个声音说不要冲动的讯号压下来了，很可惜哦，难得出现的，我觉得，愚人牌出现的那个能量，愚人牌的那个能量，让我确定一下它的位置。就是这个有映射出、影响出来，可是它好远哦，好远哦。它这个能量离这整副牌非常远，已经出到画面外面了，所以它能影响的那一个声音叫它冲啊冲啊的声音不够力。这边也有一些啦但是这两股冲啊冲啊的能力，勇敢向前的那个动能都不太算是比较直爽性的能量。这个有，但它比较像是幼儿的、儿童的、小时候的那种热情它没有大到可以推动它立刻，所以可惜啦尤其他这几张牌又在比较理智的状态产生的动能就约束起来了，没关系。这是第一次来再看一下然后看一下，命运之轮来喽，大的牌好，我先看，我可以先讲，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点，先讲出来后，今天是 OK。好，我先讲一个时间上的事情，是说。第一次遇到你之后，你们两个的联动跟能量，就是说会有一个先终止休息期，有点储蓄能量的情况。这个白话一点就讲说，以圣杯2起来的这个能量是好不容易把你带到他面前遇见了，好不容易然后已经用掉了非常多的能量了，那需要休息一下，那也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找到你啦讲好笑一点是这样我就是要把一些能量变成比较拟人化的，我们人类懂的什么人类懂的，就是我们比较能形容成我们理解的逻辑啦所以就是说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找到你，或是一些勇气累积起来后去认识你，就算他已经问到了你的社交账号是什么，他也要一点能量累积，找个有对的时间去传讯息给你也要一点时间。那你这里的话，我有看到说，因为我这边有叫你说要去多参加一些活动什么嘛，因为这个好几次的东西，我觉得你这边有一些复杂能量需要被消化，就说你可能这一阵子或最近需要认识很多人，无论是新朋友旧朋友，然后有一些讯息需要在内在消化因为内在能量有点杂了啦，需要花一点时间消化命运之轮在这边说，这是一个需要你自己内在需要一点进化的过程，需要存在一下了因为好像杂了善跟恶。善恶正负的讯息混乱了这个时间需要动一下，需要恢复到比较偏善意的位置那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子才会比较在对的时机来，他传讯息来的时候，你会比较觉得是一份礼物的收到，好吗？不会像是一种打扰所以要一点时间动一下，所以他会有一个休息期，先静止一下然后权杖6之后，他会觉得。不是他会觉得啦，就是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中间会有某一种新的想法，有人会开窍。所谓的开窍，不是说真的开窍，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他那边会因为你的出现之后，他有放在心里嘛，所以他会在那边踌躇思维、烦恼，说要怎么认识你，要怎么开口。我认为他可能会问一下他朋友，但又好像没有反正他也会有得到一些建议不知道是他自己觉醒的、梦到的、看影片还是我不知道，反正他会有一种新的觉醒，然后帮助他去找到认识你的方法。主要这个方法是他会想清楚要怎么跟你开口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他其实对你来讲算是个陌生人，或是你知道他，但是没有讲过话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边会有这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结哈，就是你近期有邀约就尽量去哈，然后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会在他眼前出现了。那而且出现了，我们这里其实很难察觉，很难察觉是这个人。然后到了某一天之后，他会想办法联络到你，但也不一定是网络上的，也有可能会在下一次你再出去的时候，他会直接就来跟你说话了。哦，然后在他眼里，你不是今天才看到就对了。哦，他已经知道你就对了哈。好，那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我们今天捕捉到的题目新恋情已经抵达，这一题捕捉到的很前面哦，很前面，但是至少我们捕捉到了怎么打开这个开关的那一个阶段哈。好，希望对你有帮助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哈，我们继续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抵达哈，新恋情已经抵达。好，来。我们一样哈，先抽5张牌来看一个基底的能量，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往下面去翻哈。好，来5张哈，好，1哈，2、3哈，4，还有5。这5张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看看要不要再抽别的牌来看看哈。先这样，来，我们先看第1张牌，圣杯皇后。以今天这个题目新恋情已经抵达来说，出圣杯皇后基本上算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好牌。什么叫非常精准呢？就是对这个题目，对于恋情来说。完全支持，然后路径也是完全流通啦。白话一点讲，就是说这个抵达的这个人哦，各方面的状况跟你的能量啊，还有他对爱情的渴望，还有跟你的能量的连接、水能量的契合度都算蛮高的，因为他直接又用圣杯皇后的一种笼罩的感觉，营造你们这整个世界的一个概念来说，就是处在一个绝对浪漫的领域啦。但是要说到绝对浪漫的话，可能还输给了，还少了，不能说输哈，还少了圣杯骑士。我个人会比较支持圣杯骑士的绝对浪漫值更高，因为我觉得皇后的绝对浪漫值里面虽然是双重的水能量，但我觉得它还是偏过度成熟。所谓的过度成熟，就是偏向爱情能量还算是有一点控制，不算是绝对奔放型的。那今天这个在这个状况出现的话，表示说哈，这个人呢、啊，他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第一次遇到你，如果我的话已经开始讲说是第一次遇到，那我的直觉已经告诉我，你们好像还没见到哈，因为我讲出来的就我都是直接就讲出来，所以有时候不一定会先经过我的脑子说哈。那我反过来想一下，我讲的这句话，那就是说你们应该还没有遇到了哈。那他在遇到你的时候，好，接下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处在一种比较冷静的状态。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不是一个全然的奔放状态嘛，哈。他不是全然的奔放状态，表示他会控制自己的表现，控制自己该给你知道他喜欢你到什么程度。他喜欢你到10的，那可能不会表现到10啦哈。那我仔细感觉一下哈，皇后，那你们的相遇会在很多人的时候。这是基础线索啦，会在聚会的时候，会在你参加了什么的时候，反正会有你的朋友，或反正会有其他人跟你蛮好关系的人在的一个环境里，然后他会属于一种另外一群人里面的
而不是你的朋友带来的，他会属于另外一群人里面。所以你去参加这个活动，应该或是这个现场这个空间里应该是，不是你们这边主办了什么，所以大家去，应该是说大家共同去了某一个地点然后会有朋友圈这样，反正会中间会有几层不同的人群，那中间会有关联有联系，朋友群跟朋友群有重叠朋友群那他会在那个时候看到你那现场声音是嘈杂的，很多讯息非常多，有机会会因为介绍认识第一次看到。那他的角度来说，我感觉一下你们两个，你们第一次的碰撞来说，你这边偏冷淡他那边偏再热情一点，但也算偏冷淡，因为这双重水能量来说是冰冰凉凉的，它没有，我觉得它的温度不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皇后牌带来的是凉凉，所以你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会采取一种比较冷静、不太认真表示出来的，会摆一个样子啦，有可能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啦，就是反正不会立刻陷入什么就对了。那其实也 OK 啦，我觉得你们两个都采取一个比较安全的认识状态，但是接下来，我这里是还没有看到这一次的遇到之后的接下来的能量，我只能说第一次遇到的感觉还不错，但是没有不错到立刻会确定什么，不立刻会确定什么没关系，我往其他的角度翻一下然后我看这张牌，的确，你看金币牌，这边的概念是说，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还在确定一些事情啦。虽然直觉上、感受上已经有先确定了自己对对方的喜欢跟好感，可是仅此于觉得只有今天晚上或者是今天这一个场合遇到的时候有好感。那两个人遇到的好感度没有往下延伸，就是说不会往后面说要不要再见一面，后面要不要再约。就是那个好感度没有往下延伸，就只有当下这样。我是蛮好奇为什么讯号是这样，因为皇后牌水能量应该算是蛮多的，我觉得它流到了别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可能是那个场合里面。我刚是不是说声音太多了，可能花了太多的精神力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在彼此身上花的时间各方面都蛮少的。那这边也没有看到说这一次之后面有没有联络，但是命运之人这边有提醒说，这次见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就对了，是你们两个的故事线的开始但是金币侍者出现的时候，再次证明了你们用保守的状态来去处理第一次见面了。那没关系，后面还有牌，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了权杖6，OK，有延续性。你们认识之后，应该会在后面再额外约出来，再额外相见，再额外相处的时候，比较才有慢慢在处理对彼此的喜欢跟在意的程度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在第二次见面或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才开始比较有亲近的感觉，比较有聊更深入的东西第一次只是一种开场，第二次是摸索，第三次才会开始有比较深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第二次见面跟第三次见面中间有比较多的联系，可能网络的传讯息啊这类的，然后有达到某种比较高度的默契了。我感觉到的水能量应该都比较流到第二次、第三次见面去了。因为主要是因为权杖6所带来的一个路径的概念它是走向一个比较好的，有被引导去后面的故事里，而不是在前面的故事里就要发生。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开场认识好感而已啦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聊天，因为可能现场很吵，声音很多要招呼的人蛮多的，应付的人蛮多的。来，我再看一下这里这个
好，不要挡住我要看的位置。的确哈。那如果两个宝剑出来哈，皇后、国王都出现了，那就没什么话说了，就是你们有你们的相处节奏跟逻辑了哈。那的确跟我刚刚预判的一样，你们不太会立刻宣泄出情感了。然后确实是要第二次、第三次才会比较亲近的感觉，但是要表达对彼此喜欢的节奏还没这么快。两个人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去局限自己的感情奔放的状态跟能量。简白话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锁住自己很喜欢对方的这些话，然后明明可以很亲近，却选择没那么亲近，选择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在相处。你跟他都有这个状况，所以你们认识之后，两个人要慢慢进入比较恋爱交往状态，可能要一下子。我没有说到一阵子，可能要一下子，就是说要几次之后才有。明明就有感觉到彼此的默契，各方面是还可以的，可是却没有那一个勇气吗？或是没有那一个不着急？我必须说不着急哈，而且偏冷静哦，偏冷静。明明已经确定了某些感觉了，可是还是这样走哈。但没关系啦哈，我觉得也 OK 啦，不算什么不好的讯息哈。至少在比较好的节奏上，因为权杖6讲得很清楚了哈。你们两个确实是会慢慢的往要在一起的路上走，但是前面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拖的时间有点长。但原因哦，我觉得原因比较偏向于，我觉得原因比较偏向于你们两个人的能量似乎要这样子相处才会比较契合吧。应该是这样哈，要这个方式比较符合你们的就是说，不是你跟任何人或他跟任何人都是选择这个方式，而是你们两个人见面之后一开始达成的默契，或是能量的结合，或是可能一开场就用这个模式之后，好像也很难立刻转成恋爱模式，所以前面可能要好几次的约会之后，我觉得跟你讲，你们可能要另外见面1、2个月之后才会比较确定在交往，比较确定在交往。那其他部分哈。其实这个牌讲得很清楚，你们两个对于彼此的感觉、外在条件各方面很好捉摸的、很好捕捉的条件里，都是互相喜欢的，长相啊、声音啊什么的，价值观都是互相喜欢的，所以才会让你们有比较多的另外再约出来见面出去的次数跟频率也比较高啦。但这个防备心态一直都没有卸下，我应该说是防备心态还是按部就班的节奏是你们选择的。我这里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但是你们俩的关系蛮像走楼梯的，要一层一层，而且是慢慢的走楼梯，慢慢的走楼梯，好像也算是有一种探索性啦，然后也有一种玩味，但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建立在对对方的存在有足够的自信。有足够的自信才，不是对对方，就是对这份关系的出现有足够的自信，对这份关系的出现有足够的自信，好，我看后面大概第2个月开始的时候，情感就开始出来了，你看圣杯10啊、圣杯8啊，这些比较稳的情感能量就出现了，然后，但是还是处在一种要近不近、要远不远的控制里。你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的要把感情控制在比较有距离，保持一种很近，可是却没有太近的距离一阵子。那我不知道理由啦，这边没有理由，这边都只有讲出，这边只能翻出那一个样子你们相处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没有给我理由，我等一下也许会翻到吧，但现在就没有。好，来我再看一下别的侍者，我觉得侍者这里它比较符合
这个位置哈，就是说你们水能量来的比较慢啦，哦，一点一点才慢慢的往上出来哈。那这个位置其实讲的是说，你们一开始就真的没有要把最心底的那一个对这个人的喜欢的激动表现得很满，这里就再讲一次，而且是就一点点，而且甚至觉得一点点表达一点点的喜欢就够了，很奇妙，初期。但是这边破梗了，你们见面大概在1个月之后，1个月快2个月之后，开始水能量就多了。好像你们两个找到了你们的默契相处的方式，还有你们的爱情语言，慢慢就出现了，慢慢就比较亲近，然后你们会处在一种暧昧到交往状态的一种交错的感觉里。那别人看得出来你们好像有在交往或什么，是问你们确定关系的时候，你们却都还会否认，觉得还美，这是你们两个的默契耶。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要这样啊。那就只有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反正我只能可以说，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会这样子相处了，而且也没有故意做的忽近忽远，就是一直保持这种固定的频率会见面。可能两个人内在都突然都有一个默契，对于确定关系这件事蛮慎重的。这个默契突然达到了，我并不是说这是你们两个原本的价值观所做的选择，而是你们两个的默契有一个这个方向感，好像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人很多面啦，人很多面，你不会跟任何人相处都是用一个样子去表达。你跟 A 相处，其实会拿出你的 A 样貌，跟 B 相处有你的 B 样貌出来，你不会全面的都一致。那刚好你遇到的这一个人的时候，你突然这一面，所谓的这一面，就是对于爱情不要太快太奔放，对于爱情需要像走楼梯，慢慢的走到对的位置，再确定关系的这一面的个性，突然在这一次的相遇变得非常强化了，被拿到最前面去做。那这是你们两个的默契，因为对方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默契出来的时候，就确定你们两个走下去的时候会蛮合的。从认识到试着做朋友，这些就都还蛮合的，因为你会感觉到频率很对。那为什么会这个时候会这样子？因为你们两个都走到了某一个可以对齐的阶段了啦，可以对齐的阶段了。之前再遇到可能就没有这个感觉。那从牌面上的话，它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走向，水能量很慢，情感的投入速度很慢，前面都是一些有理智性过高的一些相处即使今天约出去吃个饭了，明明还可以再出去别地方玩的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那我改天再约就回去。明明心里想要再继续玩下去，可是理智上或是风能量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还有下一次，这次不急。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在你们的相处初期前2个月。那这里还没有看到这个人大概什么时候出现也没有讲说远近也没有说你跟朋友这一次出去见面出个活动离你多近，没有，只有讲说会有这一件事情没关系，我等一下再直接帮你对时间来翻就好了。好，来我们再往这边看。看就开始有一些水能量出来那这个不用特别讲了，就是这里讲的是你们概念上觉得初期感情就用少少的去相处就好了那这个是讲说这是后面引来，那会引来的水能量真的会很多吗？还是你们有信心后面的水能量够让你们持续呢？是有的，而且这个能量也搭配了这里更强了。这两个的位置不一样，这个比较像是说，你觉得至少会有这个程度的水能量。那这个位置是说，最后会拿出来的水能量的时间点，和程度、等级，那个能量的大小那这边就说，反正就1-2个月相处1-2个月之后，就会比较丰沛了。那它盖过了这里了，这是心中的一个向往，至少要这样。可是这个就盖过，表示早就超越了这里好，
那翻开这张牌前面有做一个小结哈，就是说你会在一个出去的活动，然后遇见他，然后你们两个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蛮有默契的，觉得有感觉到彼此的喜欢，但是很有默契的觉得慢慢相处就好了，就这样，然后后面情感能量才会慢慢的跑出来。好，因为一开始就是圣杯皇后做基底，做一个整个关系的笼罩，所以不会偏离最后要试着交往要在一起的这个路线了，不会偏离，因为已经被包在这里了。啊，圣杯4哦，好，如果是这个心底，你看吧，我这里翻出来，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比较阶梯式的相处了？因为两个人内在有对于爱情的固定价值观，然后有在寻找跟等待契合的人，所以一开始用这个慢节奏是为了在确定是否属于我内心的这样子的爱情模式、价值观跟我所期待的爱情的模样。但是我必须说，这一件事情你们两个都不算是有意识的去为了这件事情去做。这个白话点怎么讲？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件事啦。你会在某一刻突然知道，对，这个就是我要的爱情模式。但你们不是为了要寻找这个爱情模式，或塑造这个爱情模式而选择慢慢相处就好了，不是哦。这个牌的位置在讲一个你没有办法察觉到你本质上所要的东西，你内心最里面最想要的东西。这个牌讲的是这个东西。好，那我再帮他翻。这个我用这个牌好了，尽量用别的牌来翻讯息。来补充一下这个牌。还有什么？其实他不用补充太多了，可是他已经讲的，我觉得他已经讲的蛮清楚了，蛮丰富了。好，宝剑宝剑5钱币2，我看一下没错，这个应该说钱币2跟宝剑跟原本这一个圣杯4本身就做了一个搭配了在等待，在期待。刚刚我是不是说你们其实内心有一个无意识的状态在等待是否吻合你内心期待的那个价值观？那钱币2就讲了，他那个爱情的价值观需要两边你跟他都要一模一样，几乎这个认可是他心里要觉得你跟他想的一模一样，所以一开始就算有喜欢，也会为了在期待这个感觉而做节奏慢的选择然后其实内心是想要一模一样而不是只是自己认为是对的好，那这一个讯号在心底让自己等待，可是其实心底是不愉快的，其实心底是有点挣扎的。挣扎什么？挣扎其实可以奔放的就告诉对方说，其实喜欢对方，他也是，你也是，然后可是却选择慢一点，可是心里是很挣扎的，因为很多相处的时刻都有非常好的瞬间是可以告诉对方喜欢对方，但是心底是还没有，心底就会觉得我还没有很确定他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啊。好，这是你们两个初期的状况，记得是初期的状况。那也记得一点你们大概相处1-2个月之后，就会进入这个比较多水能量的状况，所以还 OK 啦，没什么问题啦，只是就讲说前置作业比较久就是电影开拍前要准备的东西比较久了来，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翻，其实还可以了，后面还有6张讯息可以翻我们往那6张讯息翻来，让我整理一下位置来。好，看一下还有6张讯息把它找出来。好，6张讯息，我们来看的是整个盘面一些偏感性跟理性的
细节跟讯号提醒在哪里？好，那好，我们还是用它原本这个牌来翻好了，好，就别用别，好吧，用别的翻好了，用别的翻。好，哎，金币8号，圣杯6，好，那一张哈，给点位置，老哥，好一张。好，就这些哈，来看一下。天理智的位置的话，先跟你讲一些比较明显的讯息哈，就是说不用担心哈，你们两个的关系其实隐隐约约有一个你们的见面跟什么，其实有一个人，他这边给的是人，某一个角色，某一个人，他的直觉上觉得你们两个可以认识，所以当你们两个同时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直觉觉得要拉你们两个认识，他其实是无意识的哈，他也没有无目的的，他就是觉得你们可以认识哈。有这个讯息，那这个人都是你们的老朋友，也不能说老朋友，就是都是你们认识有一阵子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人的更久，我认识的更久。我想一下，我没有想错，没错哈，我要确定一下这个圣杯6所底下所带来的讯号哈，然后他这个人的出现，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认识，他最多只能帮你们做到两个认识的起点，后面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但是他这一个牵线所带来的能量跟发展，进入他所期望的关系，他期望的关系是你们两个关系比较好，变好或什么，反正他就只是从内在心底有一个直觉，是觉得这两个人应该要认识一下，大概就这个程度而已。然后你们认识了之后，但是他的这个起点创造的这个关系是需要慢慢走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认识的时候有感受到那个能量。以能量的解释来说，就是你们两个有顺着那个能量的逻辑去慢慢的发展下去。因为它这一个牌后面底下有藏着一些什么？我觉得有审判牌，有死神牌，有一些需要有慢慢重新建设、重新攀爬的能量。它这个意义是说什么？就是说，你们这一个额外的这一个朋友所做的这一个桥梁，让你们认识的这个机会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份关系，已经被设定在他没有办法一触即发，他没有办法是一下子的火花，两个人就觉得很合。他创造出来的这个能量值不是这样，他创造出来的能量值就是要慢慢的往上爬的概念。所以大概比较找得到为什么你们相处之后会有某一种风能量的直觉，觉得要慢慢来的啦，因为它是一个连锁的，哈。那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它这个创造出来就整这个模式讲不出来，可是因为它这个牌出现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高度的理由，它牌面需要你理解你们两个的相遇有某一个理由，然后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慢慢的往上走，他再给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没有一开始这个能量设定的这个相遇，后面的故事结构就是没办法快不起来，要一点一点的累积才会出现后面你们想要的水能量。
才会有那一份向往，然后才能够证明，其实他当时的那个直觉觉得你们应该要认识，其实他心底其实是觉得你们两个很配，可他也讲不出的所以然，因为他到很后面看到你们两个真的有在一起有相处，所以他再看你们才心里才觉得说，我那个时候的直觉好像就觉得你们很配，他是要后面才会出现，不是前面啊。他这顺序就是这样了哦。那我再看一下，好，后钱币8这两个能量都只是在说，我先说这张牌也是在讲你们的关系是要慢慢的收拾果实，慢慢的种东西才有慢慢才有果实啦，就这样，一开始就没有。那这里再讲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比较没那么善良的讯息，因为它都在的位置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讯息，比较严格的讯息。它这里的讯息会比较伤人。那它这里的讯息比较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你们后面会发展的如何啦，但是就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要认识，就这样。他这个讯息大概是这个，他也不知道为里面会什么，可是觉得认识比后面会发生什么重要，是这样哈。那这个能量是出现在你们遇到钱的时候，你们的能量或是在那个场合里就有这个讯息。简单来说，就是在你们很多人这个场合里面，就有一个人收到了某一个讯息，就是你那个朋友收到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两个人好像不错，可以认识一下，就把你们两个拉过来认识了。然后，可是他只负责让你们两个认识，他们也不知道后面到底是好还是坏，就这样。整个讯息的组合是这样走的哈。然后再往下看，好，越来越明朗了啦。如果这些牌在前面就早一点出来，我就不会想的那么辛苦了。没关系啊，至少后面找出来了。那我看一下比较轻，死神牌这里又出现了哈，然后圣杯国王哈，好，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说这份感情后面会发展的蛮好的啦哈，有控制力，也不会很挥洒，其实争吵摩擦也比较小哈，然后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产生蛮多的舒适感哦，然后人也变得比较温柔，比较软哈，然后两个人互相影响，会让两个人比较尖锐的个性都被磨掉了，然后磨掉之后，对于你们彼此和对外面其他的人都变得比较柔软就对了，所以两个人相遇应该是两个相遇的加分，应该是两个人个性都会有一点调整。然后这边有，那你们两个确定关系之后或相处开始有点交往的时候，两个人就对于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想法就有变了。怎么变法？就是你们会想要变更好，不是感情上变好，而是突然两个人在个性上或什么，好像有人陪了，然后好像很有默契了，所以突然脑子就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是我想要变得比现在再更好，所以就不会只想要现在这个状况了，会想多做一些特别的事，对了。好，是这个人激发的时候，两个会互相影响，主要是因为那个相处后面慢慢变成比较安定的时候，然后加上可能年纪或什么都有所影响，就是他会有一种想要翻转了什么新的事情的一个冲动，或是一个向往，在你们确定关系或比较稳定关系之后，才会发生啊，不是前面都还在慢慢等那个水能量出现。那再来就是好，后面这个我可以等一下一起说。好，那今天这些牌，我觉得前面给的讯息非常少，所以我抓得很辛苦。然后前面给了蛮大的问号，在告诉我说他们没有要发展得很快，所以我一直在觉得为什么这样。所以你刚听下来就发现我在找讯息，好，就后来翻一翻才发现说，其实你们现场就会有空中就有某个意识啦，某个讯号啦，我们用这种比较拟人化的方式来跟你讲，反正就是有一个感觉啦。有一个感觉，在某一个你们两个共同的朋友身上，觉得你们两个要认识，所以把你们两个拉来认识。可是他只想到这个，他没想到你们两个适不适合。他必须要到很后面的时候，发现你们两个真的很适合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他当初把你们两个拉来认识，是因为他当时觉得你们很配，这就有点马后炮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不是马后炮，而是他当下发现的时候，他并没有能够具体的形容他的感觉。好，那这边就解释了他当下。
那然后还有一个结构，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发展的蛮慢的哦，就是相处的时间、相处的频率跟时间一个长，然后频率固定，所以它没有加速哈。那可是后面的礼物、感情的礼物、感情的状态都给的蛮好的，水能量很够，感情很绵密，然后还能够互相激励哈，还能够互相激励去人生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那两个，他这里在定义说，走到越后面越会觉得彼此是彼此很重要的什么礼物。这里讲的可是要在很后面才会有哦。好，你期待一下了哈。那我只能说，一样老话一句，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那就近期有任何的邀约要出去，就尽量出去哈。这样可能就会在某一次跟他最近的时候，就会被你的朋友、你们的共同朋友们拉来认识了哈。好，就这样哈。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希望给你未来一些方向感哈。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那我们现在从选择3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抵达哈。好，我们来一样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底的能量，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走向是如何哈。好，来慢慢翻哈。好，我们先从第1张开始哈，这张很突出，来，我们来先从它开始。好，其他的，一样先翻好了哈，不等。好，那就这张，先不看。好，这个哈，来，差点忘了哈，还有1张。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放下面哈，这个在这里。好，来。第1张哈，宝剑8，很特别的开场啦，很特别的开场。新恋情已抵达，然后用这张牌，我用最浅的逻辑、最浅的讯息。一般关键字来说，我的知觉的方向是，这一个人应该已经出现在你面前过了，然后可是因为他的能量哈。我感受到很强的内缩能量啦，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形容所谓内缩，就是他是低着头在走路的感觉，他低着头在走路，所以他没有发现你的存在，你也很难看到他的存在。那因为今天这题比较像是他应该就是完全的陌生人，那为什么我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遇过，我觉得应该比较算遇过，不但算见过，遇过。在同一个区域里，但是你们2个没有，我觉得没有互动到，因为我感受到这一个内缩的能量，它这边内缩的能量哈，其实跟你这里的探索、挖掘跟好奇的能量有关联到，可是没有成功。怎么说？就是如果他只要再更绽放一下自己的个人，性格啊什么，再更外向一点点，再更多表达一点点，你就会注意到他。但是在你们第1次，我不知道是第1次，反正你们的一个场所里，你并没有注意到他。那我必须说，这个场所可能比较像是一种工作以外的个人生活里参加的活动里。那我看一下他那个场所的状况，他这个讯号有各忙各的讯号，有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的讯号。基本上你们2个是没有一定要认识到，可是在这个场所里，大家会共同做一件事，可能去上什么课程啊，可能去听什么演讲啊，可能是去看什么展览啊这些的。反正就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事情，你跟他都去了，然后并没有直接的连结，但是场域很近，场域很近。那从这一次的接近中，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2个的生活圈、朋友圈、工作圈不知道是，反正就是有你们自己的生活圈。以你现在所
惯性的、习惯性常去的地方啊，常什么的生活圈哈，它离你蛮近的。只是这一次因为很接近了，然后把你们两个人的契合能量凸显出来。为什么会凸显出来？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能量有在吸引啦，有在吸引起来，所以凸显出了它的存在就是了哈。只是我这边真的看到，就是已经有一次的接近了、相遇了，可是却没有认识到，有点可惜哈。我这边看到的你的能量不是内缩的，你的能量是比较奔放的，比较看的比较你自己以外的世界的哦，你的能量比较外放哦，外扩、向外延伸哈。可惜这次没有捕捉到它哈，但因为这个能量很近啦。我觉得下次在被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熟悉的吸引力会再吸引起来。然后这里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内向或是不爱表达的人，没有，只是那一次的接近的场合里面，他有点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了，自己的空间或是他自己的朋友圈在聊，他没有在注意比较旁边的人这样子。你那边也没有啦哦，你那边的状况是比较像是讯息比较杂，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哦。那没关系啦哈，反正至少已经知道他离你蛮近的。我们再看看，等一下后面会不会有什么比较接近的状态了？好，那就我再往下翻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后面还有没有连带的讯息。看看它底下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好了。来，好，先用这个宝剑6哈。有走近哈，其实你们两个能量真的有往，他这里其实我说你们两个能量有对齐到啦，有对齐到，可是就是没有往下发展下去，反正有对齐到，有开始了，有开始需要有所连结了啦哈。那可是就是距离还算还有个距离。我们就以这个牌桌在这个上面来说好了，就是说你们终于到了这一个空间里了。可是那一次你在这，他在这，中间有太多杂乱的东西没有连接到，没有连接到。那两个人的能量确实是还有慢慢缓缓的在往彼此这边走，可是就是有距离啊，可是有对齐，这是你们第一次的状态，能量是这样行走的。那毕竟是风能量，我觉得干扰太多了，你们现在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太多的干扰的能量了，干扰的讯号的风，就是说你们很难立刻注意到对方的存在，跟发现自己的在意啦。初期，没关系，我们再往后看看还有没有啦。看后面的连结是怎么发展。圣杯3，正杯3又再次证明了你们那一个中间，你们俩的关系中间里面真的太多其他人了，有太多的情绪，有太多人的声音，有太多的事件要发生。这两张牌代表了什么？其实这3张牌代表你们的距离其实不远，但是挡住你们的东西很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打扫，不能说打扫啦。我讲一个我发现的能量的状况是，它这个里面挡住你们的很多都是别人的故事线。这边一条故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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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故事线终究会从这边这样走完，然后到后面就没有线了。如果说这是你们两个，然后中间有很多故事线串，像蜘蛛网一样串挡住，可是它终究会走完。你要让它中间有很多的事情，故事线走偏离了你们两个中间的阻碍之后，就会变稀少，你们两个就逐渐就会看到彼此。那这个我们用一点比较白话生活的方式形容的话是什么？就是说，挡住你们的东西会不见，但是这些故事线反而还串起了你们两个，也就是说，可能中间有些人会同时认识你跟他，会同时有一个事情或什么案子啊，或什么活动，同时邀了你跟他，然后第二次见面就出现，然后这一次因为中间的杂音什么讯息都变少了，你们就比较能够在乎或在意或发现对方的存在。
因为这边有说你们两个能量最近的这一次，为什么会有所吸引？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契合，内在的结构。它这个就代表说，你们的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最前可以这样讲，或是眼睛里面所向往的世界，眼神里面所向往的那个灵魂的感觉是很契合的，所以让你们在接近的时候有吸引到，有吸引到。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一次的，我从这边看起来，好像第一次本来就没有要你们认识啦，因为那我觉得那个第一次只是一种很巧合，我觉得这一题比较像巧合，因为我觉得在这么乱的风的能量，很多很杂乱的声音的能量之间，本来就很难有直接你们两个的连结，然后让你们两个遇见的一个，反正就没有立即的。它真的很像是不小心让你们两个突然靠得很近，才发现彼此应该是适合的，能量有在吸引的哈。好，来，我再往下，这个好了。宝剑皇后又出现一次哈，但没有关系哈，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恋人牌哈。然后这边恋人牌说，其实你们两个那一次的很近的情况，有可能有说到话哦，可是没有在一起来哈。那主要因为宝剑能量真的太多了啦，那个杂乱的讯号或什么，让你们当下其实没有办法直接感应到对方的情绪。但这个只是说有可能你们那次就有讲话，可是我觉得这个能量太小，在这些狂风絮乱的风里面，这声音我觉得没有传到，所以我还是比较支持。其实你们第一次是没有互动到的，这边只是说有可能。那我们把它往未来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们第二次有可能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很快就遇到就又没有连接到的一种错过的感觉。我拿一个状况来比喻好了哈，你看看有没有对照你的情况，就是很有可能你近期有定期要去参加什么课程，要去做什么运动，是固定时间的。那他跟你一样，有差不多的时间会出现在那里，那你们两个并没有直接性的连结。所以你们第一次、第二次都会有一种在旁边擦身而过的讯息，可是其实如果你敏感一点，会发现彼此你们彼此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好，所以我这边在讲说，我觉得他可能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那个熟悉感出来了，就是说整个空间里的空气的熟悉感，你们两个的能量的熟悉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后，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就比较注意到旁边的人，然后就比较注意到他，然后那个时候你们两个能量就会发现说，这个人有一种熟悉感，其实是因为你们重复去这个地方好几次，已经知道这个人在，后来或是才发现这个人在，所以才会开始有一点点在意，跟知道这个人也会来，就会开始有累积一些的讯息。好，譬如说，如果以健身房来说，可能就说有一些运动课程，可能每周4啊、每周6都有，那你会去，他也会去，本来不会完全在意的，就慢慢就在意了旁边的人，然后就知道了他，然后就那种熟悉感跟舒适感会慢慢的起来。好，这是因为它毕竟是用恋人牌来定义的，我觉得它的每一次的情感的累积都是非常淡跟快速的啦，时间性也非常短啦哈。因为这一组3号牌的风能量实在太强了啦哈，那它就是抓不住，但是已经时常把你们拉到最近的空间里了，已经时常把你们拉到空间里。来，再往这张翻哈。好，隐士哈，需要一阵子，你们要这样子重复出现在彼此附近，要一阵子，才会开始有一些互动，才会有一些比较真诚的连结，就是才会慢慢连接起来哈。这边说的要一点时间，所以
以选3号牌的朋友，你近期如果你有某些习惯，什么时间要去哪里，就尽量保持。哦，那个人应该跟你有差不多的时间表，有差不多的生活的，现在有差不多生活的规律哦。那其实这里面有牌在说，你们中间有其他人的联动，其他人会影响你们，也会做出一些联动。好，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讯息啦。我仔细看一下哈，6、6、8，让我想一下，好，你们两个之间其实有其他人能够帮你们显化你们两个的关系跟关联啦。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两个其实会有一个共同朋友、共同的人？那我觉得会在后面几次重复出现在某一个场合，或是就同一个场合，或是同一个事情里，会有另外一个人把你们拉在一起认识。但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们会慢慢累积那一个熟悉度。因为我画面一直觉得好像是要去重复出现在哪里，然后每次重复出现的时候，衣着也都不一样了哈。然后看到彼此的眼神，好像也越来越多次，越来越深，看得越来越近，所以我才觉得应该要后面要好几次的遇见之后，才会开始讲话，才会开始互动起来。节奏非常非常慢哦，隐士牌这个节奏真的很慢，尤其我跟你讲，他现在的这个牌的比较像是说，比较像登山。然后这个登山的风特别大，那一天那个情况不是晴空万里，虽然这个山没有要登很高。就一下子而已，可是因为风太大，让你们每个人走起来都慢慢的走，每步都要好好的慢慢的走，这样子。哦，这个过程的整个情境是可以形容，感觉上是这样形容啦。我想一下哈。好，可是牌子说，因为宝剑6哈。它其他地方宝剑6，再加上圣杯3，让我整理一下哈，因为我还在思考一下圣杯3最后带来什么。好，圣杯3这里哈，其实附近都还是有魔术师牌的影响力，所以他其实有在讲说，你们从第一次遇到，虽然没有整个关联，后面都已经慢慢在显化，你们两个会变成非常靠近了。只是因为他这个节奏真的非常慢，打得很破碎，他需要用非常多的次数，让你们一直出现在彼此面前之后，才会开始有一些互动。那我才只是觉得说，因为我一直看到你们的遇见，除了样子、打扮或什么内容变了之外，可是场景都很雷同，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应该是一直去重复去什么地方，所以才认识的。好。这一题应该是这样啦，因为我没有觉得有什么背景或什么一直在转换的一种情绪哈，而且旁边的人物啊或什么都没有太多的改变，都是固定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应该是去什么课程还是什么固定的时间表要去哪里才会遇到的哈。你可以用这个逻辑、这个规律来去套用你现在的生活，应该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出现在哪里了哈。你看宝剑7也出来了哈，这个人其实如果你刻意的去找一下他在哪的话，是找得到，但是我觉得不容易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边的能量，我觉得没有散出来耶，没有散出来，他只是一直处在一种规律里，它很像一种玩具或什么，就是有点像你玩那个音乐游戏，时间到了你要打一下，时间到了你要打一下，打对击中的命中率越高，分数越高。它比较像是说，它一直在规律上出现你面前，出现在你面前，出现在你面前，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宝剑7的概念是说，当你真的敏感到你发现是他的时候，你要去主动去靠近，你就会确定是他。它这个感觉是这样，可是我比较不支持这个，因为我觉得底下有一个能量是无论如何，它会慢慢的累积次数，因为他也在看呢、他也看得到你，他这个对你的在意跟感觉也是一次一次累积起来，然后最后他自己有主动，或是你们就会有一个契机的事件，会让你们变得很靠近，有这个讯息啊，只是因为太模糊了。3号牌太模糊了，我真的只能抓到你们时常在某一个空间的遇见，这是我目前得到最明确的讯息。然后其他旁边的讯息就是说，这一份
很不错的水能量似乎被打散了，要每一次再相遇才会记得，才会拿回来，才会累积起来，这样。这整个现在大致上是这样，方向也是这样。那我不是很支持宝剑7在这边给的一个讯号说，你可以试着去用某些规律跟条件，或是某些线索去把它找出来。我是不是很支持这个啦？我觉得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如果真的认识了一阵子，后面有一天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两个时常遇见，时常在同一个空间，时常在做同一件事情，时常有以前就有类似的时间表，可是为什么不知道？这样子是一种往回推的概念，那个是后来才知道哈。那这2张还没翻，我来翻一下哈。用这个好了。先放这里。这题3号蛮难的，然后希望你有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哈。好，这个给这个，好。好，来先这些哈，来看一下。先被老花眼看不太到，这边把 OK， 那我没看错。风哈。都是8哈，其实都还玩满的啦。好啦，这边说无论是土啊、水的能量或各方面土能量比较强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情感的节奏就是这么慢啦，没有办法快起来啦哈。它各方面是稳定的，可是连你的情绪跟你们的故事发展也需要稳定了。也就是说，快不起来，它就是好像有一个章节都已经设定完了，要照着章节走了，没办法跳过页或什么直接看结局或什么，没有办法，它就是要慢慢走。主要还是因为水能量的聚集需要花一点时间。我刚前面说水能量似乎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打散的，你要去慢慢把它收集回来。7好。那这2张牌只是再重新再讲一次说，如果你主动去照我们刚刚讲的线索或是场合或什么去看你附近的人的话，其实他会告诉你说，其实你找不到，因为你很难确定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他那边的能量没有出来，他那边最多现在对爱情的散发的能量跟讯息，只有一点点的火能量，真的没有很多。其实我看到这里，我觉得他这边给的第一个讯息是说，我觉得这边其实就只给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人已经靠你非常近了，可是时间还没到，你们两个要认识的时间还没到。要能够有那个大火花，或是一碰到就有火花的那个时间还没到。那目前能量跟时间点来说，也许抓得太早了，只抓到你们两个刚进入了同一个空间跟同一个时间轴而已。这样子，我现在得到这里的讯息就只有这样来，我觉得还蛮符合今天的题目啦，已经到达了，就真的就给我们看到到达而已又是宝剑，那我真的没办法你们两个现在中间的风能量讯号杂物东西排除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各种宝剑能量都出来了，所以只好听隐士牌的讯息跟建议，就是要再等一下，还要再等其他人的故事线都发展完所以你现在就只是在你的时间轴里慢慢走就好，不要改变太多。那比较高兴一点是，他现在已经在你附近了啦，只是他还没有完全浮出来那这边的建议，其实我通常自己会给你建议说，不要去把它想出来，不要去把它找出来，自然而然的做你现在的事情。开心的做，散发正能量的做，它自然就会浮出来。我通常自己都会这样给你意见，可是今天是牌面也介入了这样说，他跟你说去找没有用，你找不到。去找没有用，你找不到，因为对方其实都还没有那一个讯息出来。什么讯息？
会喜欢你的讯息、在意你的讯息，或是看到你的讯息，都还没有完全出来，还没有肯定。他也许看过你了，看到你了，然后知道你在这，可是那个内在那个讯息还没有出现，还无法肯定有什么，或是未来可能有什么。哦，那就这个阶段就再等一下，也许是我们抓得太早了。好，看一下哈。对方那里的能量除了没有散发出来之后，还处在一个封闭状态，就是完全没有在寻找恋爱感觉都没有。那这边又再讲一次哈，那个火能量就只有初期的一点点的，没有任何向外的，没有那个动能哈。所以我们先把这里来做一个小结，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捕捉到它就在你附近了，然后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互动。那你们会在同一个那一个场合重复出现，重复看到它，无论是有规律或是有时间表的都无所谓，反正它就只会在某一个你固定去的场合里面出现。那会经过很多次时间推几次之后，才会因为某种重复出现的熟悉感堆积出对彼此的在意，跟他会开始在意你，那个时候水能量才会出来。好，那有水能量是有水能量的，可是不多哦，不多。那这是第一条线的逻辑。第二个逻辑是，你们周边会有人创造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件事情，让你们两个突然变得要认识。哦，那这个就是别的故事线。我是有看到这一个其他的介质有出现，可是我没有看到很近要发生或是什么明确的人啊，或者我只知道有一个介质会出现，他会去创造一个，是可能哦，不是一定哦，他可能会创造出一个事件。然后让你们两个会同时出现，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可能有一个共同朋友在，然后他可能未来会创造出一个生日或什么活动，然后你们两个都会去参加，然后两个就会变得比较近，然后会认识到，也有可能。但这一组能量在整个牌里面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我看到，所以我只好讲，我会讲出来，所以我希望你们多抱持一些希望，这样。好，那这是目前这里的，来，我们再翻其他6张牌哈。好，那我整理一下，给空间翻哈。6张牌是来讲一下，说牌面上的有没有比较强的理性讯号跟感性讯号，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关系后面会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哈，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好，好。好，再来3张。好，就这6张，我来看一下哈。第一组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8什么8？是4哦。等我一下哈。从牌面上面，牌面在先让你理解一件事情哈。现在的状况，你跟他的关系跟他的距离是处在一种比较安全的距离，也算是整个能量来说是选择比较保守的方式，让你们两个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没有突破口要让你们相遇，其实没有哈，因为有很多要突破、用来突破的能量都还在初期，还没有起来。简单来说就是不够力。好，创造你们两个认识的能量不够力，也就是说世界没有出来，好，没有很好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很完美的情境跟时间点让你们两个认识啦。好，那因为没有这个破口，所以他也没有察觉他附近有个能量正在寻找他，就这样。哦，那而且他现在的能量也处在一种非常理智的控制
他的情绪跟他的情感，也就是说，他现在是选择。我跟你讲，他其实有一个状况是，他现在是选择单身的状况，他的概念上，好，所以他没有在找任何情人，没有，好，他现在是这个状况哦，所以，但是不代表没有破口，因为后面的有些水能量已经跟你有所连接了哈，所以慢慢会有一些感觉，只是就刚前面讲要一点时间哈。那我们看一下感性的面讲的是说，其实什么有啦，感性的面说，是有情感能量会打开的时机。然后水能量也是有往对的方向，因为你们两个有对齐，所以有往你那边方向有走去。而且这边有偷偷说，你们两个会有互动的瞬间的那个时候，是他那边突然有一个心思开窍了。这种突然来的讯息，就是我们必须要等的。他好像不是靠某些很多事情慢慢成长到他突然开窍，没有，他会突然有一天心情转换，或是他周边的事情影响他，然后他突然开窍。开窍什么？他现在突然觉得寂寞，或是突然觉得孤单，他想要找人，他希望有人陪，这种开窍会出来。因为这边看到他那边，或是你们两个中间的水能量有点太多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满。会到需要倾泻出来的时候，他这个方面的感觉就会开窍，他会开窍了，他会有某种需要，有某种向往了。那现在因为水能量一直都没有出来，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干涸的状态，所以他没有需要，也没有想要，他现在觉得这样子干干的，有土能量爆发的情况，吹着微风的，他觉得很稳定。所以他没有水能量的需求，可是慢慢的看到后面就有了。那他这个水能量的爆发会有很多状况影响，比如说，他突然感受到某种悲伤，或是他突然感觉到他想要去做义工，或是他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种恻隐之心跟一种怜悯心起来之后，他就会感受到非常深刻的爱。然后等到那个时候，他有另外一种反动，会让他觉得说他也需要有个人爱，他想要找个人。所以那时候水能量上来了之后，然后你又在你们两个又常常在这个遇见的规律里之后，你们两个之间那个水能量就会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他也会看到你，因为眼神会换。我觉得那个能量一换之后，眼神就会换。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隐士牌讲的后面要慢慢走的后面的时候，等到那个时机点开窍点出来之后，你两个就会开始会在意这个人的存在感了哈。好，果然是要翻这里哈，他果然有一个讯息出来哈。那我再看一下权杖，要把宝剑6也讲完了哈。宝剑6讲完的那个方向感前面已经都讲过了。好哈，那差不多就这样。这一题很复杂啦，我必须说前面其实有很多讯号，结果总结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些讯号只是在告诉我说，其实你们两个只是现在被带到了同一个时间表里、时间规律里而已，但是还没有要让你们两个立刻对彼此有感觉或是发现对方。但是后来隐士牌出现之后，他在这个位置，他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一个向往里，这个故事中是有要让你们相遇跟更亲密的接触的向往，有这个能量在往那里走，所以他用隐士牌来告诉你说，在这个向往的路上，我们必须要慢慢来，请你耐心的等待，因为能量还没有聚集，破口还没有开始其实这边有一些隐藏的一些世界牌的那个门，其实都还没有打开，都还需要有些事情发生才会打开，所以他请你要保持着现在生活的一些规律跟。反正这边就讲，就保持某种规律啦，不要有太多的大改变，因为这个人就已经在你附近，只是他还没有浮出头来，还没有浮出来，他的眼睛还没有看到你，你还没有办法看到他就在附近，好吗？目前能量是这样。好，那这就是3号牌这个算是有点先苦后甘的概念了，但希望你等等那祝福你谢谢你们来听。